翌日，塔瓦纳在燕京的首场个人演唱会即将开唱，交管部门早就发出提示，今天下午燕京的交通将进入严重拥堵状态，整个国家体育中心早就人满为患，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赶来的粉丝，此时正在向着国家体育中心汇聚，甚至还有很多世界各地的网红在这里搞起了直播。身经百战的塔瓦纳，罕见的在演出前有些紧张忐忑。这不但是华夏最大的演出场馆，也是他第一次要与叶晨同台演出，那种激动的感觉已经无法用语言描述。顾秋怡虽然同样见惯了大世面，但她此时也和塔瓦纳一样，心中紧张不已。观众开始入场，距离演出正式开始还有1个半小时。塔瓦纳和顾秋怡同在一个化妆间里，两人正在说着悄悄话。塔瓦纳问顾秋怡：“你的告别演唱会最后一场也在这里开吗？”“对。”顾秋怡点点头，笑着说：“场馆提前几个月就定好了，就在这里。”塔瓦纳问他：“那大概还有多久啊？”顾秋怡说：“差不多还有40多天。”塔瓦纳拿起手机，翻出日历来算了算，说：“我到时候应该不会太忙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，请我来当嘉宾啊？你可以吗？”顾秋怡一脸惊喜地问他。塔瓦纳在歌坛的地位实在太头部，还没听说谁能请他到演唱会担任嘉宾的。顾秋怡也不敢奢望，可他没想到塔瓦纳竟然主动提要来给自己当嘉宾，这在歌坛可谓是天大的面子了。不过顾秋怡很快也反应过来，于是笑着问他：“塔瓦纳，你是想来给我当嘉宾，还是想找机会见见叶晨哥哥啊？”塔瓦纳也不遮掩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当然是都有了，而且你也说了，燕京是你告别演唱会的最后一站，能为你最后一场演唱会当嘉宾，也是我的荣幸。”顾秋怡笑着点头：“好，到时候你来当我的演出嘉宾。”塔瓦纳忍不住一脸期待地问他：“那到时候还能让叶先生来给我们伴舞吗？”顾秋怡摇摇头：“那天可不行，那天是叶晨哥哥的生日，他如果来看我的演唱会，应该也会跟他的太太一起来的。”啊！塔瓦纳惊讶不已，那天是叶先生的生日，还跟他太太一起来。顾秋怡笑道：“上次我在金陵开演唱会，也是选在了叶晨哥哥生日的那天，叶晨哥哥也带着太太一起来了。”塔瓦纳忍不住感叹：“自己来还不行啊，还要带上老婆一起，难道他不知道你对他的心意？”顾秋怡捂着嘴偷笑：“来的可不止他太太啊，还有很多他的红颜知己。我跟你说过，叶晨哥哥很受欢迎的，接触过他的年轻女人很难做到不对他心动。”两个女人聊了许久悄悄话，紧张的心情倒是平复不少。眼看演出已经进入到了最后20分钟倒计时，工作人员过来通知塔瓦纳：“斯维特小姐马上就要登台了，可以开始做准备了。”塔瓦纳点点头，看向顾秋怡：“等你上场，给所有人一个惊喜。”顾秋怡还以微笑：“加油。”此时的叶晨正挂着工作人员的工牌，在舞台一侧闲逛。风水顾问的工作就是个幌子，今晚除了一首歌需要自己换了衣服上去伴舞之外，他没什么其他工作。至于登台，至少还有1个半小时，因为塔瓦纳开场之后大概1个小时，顾秋怡才会以嘉宾身份忽然登场，而自己登场是顾秋怡的最后一首歌，至少又要过去半个小时。他透过舞台设备的缝隙，看着国家体育馆的人山人海，不由感叹，一个明星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，实在是前所未有。晚上7点20，演出进入最后的倒计时。塔瓦纳这次的出场方式非常特别，现场舞台背后的大荧幕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结构，由单向轴承固定舞台，由钢索拉直矗立在舞台上。不过一旦释放钢索，几十米高的大荧幕框架就会缓缓向前倾倒，几十米高的屏幕忽然倾倒下来，给人的视觉冲击是非常大的。而塔瓦纳此时已经从舞台背后通过升降机来到舞台顶部，在这里
工作人员为他系好保护的钢索。等演出开始，当屏幕开始缓缓倾倒之时，他便要保持平衡，一直踩在一块可以在屏幕倾倒时，保证他一直在屏幕背后水平站立的踏板之上。这块踏板非常关键，它整体只有2张 A4 纸大小，底部靠一根电动调节的支撑杆支撑。当大屏幕矗立时，踏板与大屏幕保持90度，塔瓦纳要站在上面，抓住屏幕背后的框架，保证身体稳定。而当大荧幕开始向前方倾斜时，踏板要同步向大荧幕倾倒的反方向同步后倾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塔瓦纳的垂直站立。大荧幕完全倒下的那一刻，踏板刚好也完全向后放平，那样塔瓦纳就可以直接解开身后的保险绳，边唱边从大荧幕上走下来，带着他的伴舞一路热歌热舞走向 T 台。那时候全场气氛必然炸裂，大荧幕在缓缓升起，那气势必将震惊所有人。距离演出开始还剩5分钟，塔瓦纳已经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站立在了那块踏板之上。叶晨绕到舞台后侧，抬头看向几十米高处站立的塔瓦纳，忽然有些佩服这个年轻的女人。这可是将近10层楼的高度，很多女生在这种高度恐怕站都站不稳，而她却单手抓着荧幕背后的框架，单手拿着麦克风，随时准备开唱。随着时钟指向8点，现场忽然陷入一片黑暗，紧接着雄壮的交响曲从悬吊的舞台音响上传了出来，舞台灯光和大荧幕瞬间亮起，现场观众瞬间被点燃，一下子欢呼声如海啸一般扑面而来，振聋发聩。而此时观众们一边尖叫欢呼，一边到处寻找塔瓦纳的影子，想知道塔瓦纳今天会用什么样的形式登场。就在所有人四处寻找的时候，中央的大屏幕忽然之间动了起来，正在向前倾倒。一开始观众还以为是出了舞台故障，但仔细一看才发现，那大屏幕倾倒的速度并不算快，一看就是人为在控制。而当大荧幕开始向前倾倒的时候，塔瓦纳牢牢抓紧框架，尽量保持身体平衡。他知道身后有安全绳，所以自己不会有危险，就算踏空了或者没站稳，也会被安全绳牢牢固定。但他打死也不愿出现那样的事故，那样一来自己被吊在空中，精心设计的登台仪式将彻底宣告失败，甚至闹出一个大笑话。就在他尽力稳住身形的时候，忽然感觉安全绳在背后的拉力越来越强，他惊恐地抬头往后上方看，发现安全绳竟然已经绷直，并没有随着大荧幕的倾倒不断释放长度。这一下就让他冷汗直冒。安全绳有一定的弹性，但自己肯定不可能与它完全抗衡，一旦拉扯到一定程度，必然会把自己拽回去，那样一来，自己恐怕就只能吊在空中等待营救了。此时那些工作人员也慌了，其中一人惊呼道：糟糕，安全绳的电机出问题了，我们按了开关，但是电机没有释放长度，再这么下去，塔瓦纳会被安全绳拽起来的，那怎么办？舞台总监感觉天都要塌了，脱口道：塔瓦纳极其重视今天的演出，如果出这样的事故，那他一定会非常失望。而且电机坏了，塔瓦纳被吊在空中，到时候怎么下来？就在这时，塔瓦纳感觉背后安全绳的拉力越来越大，手腕已经有些承受不住。他通过耳返的麦克风慌张地说道：快想办法让安全绳正常释放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